大家好，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喜欢哈。关于这个灵魂，甚至是灵魂的力量，在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呢，甚至是怀疑说我们有没有灵魂？灵魂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就是有这个虚的。因为很虚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没法研究，也就不敢想象说它有什么力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研究了。所以很多人，也就是说，既然我不懂，我干脆我就不说，我也不管，不闻不问。但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呢，说我们不但研究，通过更多的观察了解呢，我们还会发现的灵魂的作用力，就是它的力量。这个灵魂的力量，其实每个人每一年都发生的与灵魂相沟通的事情，我一提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的亲人如果要离世，可是呢，你呢没有和这位离世的亲人没有住在同一个城市，也就是你们并见不到面，或者家人就瞒着也没告诉你。但是通常呢，这个亲人发生严重灾难，或者是叫往生这3天以内，这个亲人可能会来找你告别。但是告别的方法通常是在梦境或类似于梦境的那种半迷糊的状态里。但是这件事情你记得很清楚。有些我访问过很多，有一些比如他老父亲要去世，那个时候通电话也不方便的时候，就是他孩子在美国，他就突然之间，他就中午休息的时候，梦见老父亲来了，说我来看看你，就说真的哈，说知道你在美国也不容易，孩子你也好好过下去啊，咱们以后再见了。说完一闪，父亲就不见了。这个作为孩子的人突然就醒过来，原来是做了个梦，但是过后就知道了，那么就是他父亲给他告别的那一天2-3个小时以后，父亲就往生了。就是他这个孩子在美国，父亲在中国，就这样，很特别吧哈，所以很多这个与灵魂相关的事情，我们从若干年以来就总结了很多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交流一个，这个是发生在中国的很厉害的一个托梦追凶的事件。觉真。好的。这也是看到的一个社会的新闻哈，这个灵魂非常的厉害呀哈。好，大家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呢发生在2008年的7月份，那地点呢是在中国东北吉林省长白山下的一个小山村里边。有一天呢，就一个村民呢，他就在过路的时候就路过一个柴火垛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柴火垛下面呀，就堆着一件皱皱巴褶的衣服，然后他拉出来一看呢，是一件男士的迷彩服，而且这个衣服上还有血迹斑斑，他就想，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哈？他就近呢，那个柴火垛最近的那一家呢，他就跑到那一家去问。这一家的主人呢叫刘小林他就问他说，你认识不认识这个衣服是谁的呀？这个刘小林一看说，我认识啊，这个是我那个生意伙伴那个张永成的呀。我还找他呢，他都失踪1个星期了那天晚上我们俩那个说完生意上的事儿，他离开了之后到现在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都不知道这个人去哪儿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刘小林一想，哎呀，可能这个人说不定出事儿了哈，就去报警了。那警察呢，也就是做一些排查啦，看一看呢，
而且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就是失踪的这个人张永成他们家呢，其实就跟这个刘小林他们家很近，也就是发现血衣的这个柴火堆的很近的另外一家，就先到他们家去看，一看呢，门锁也没有被打开，家中还那个桌子上放一些硬币、一些财物也没有丢失啊，应该不是说入室抢劫造成的一些问题。说那人去哪儿了？说不定出门了哈，就没有太这样放在心上啊。然后，但是呢，也在调查之中。结果第二天啊，风尘仆仆的来了一个中年的女士啊，就来这个警察局啊，来找这个公安干警，就说呢啊，我叫张燕啊，我是从辽宁省来的。咱们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是吉林省，辽宁省是在它的南边哈，大概有500公里远。哎，对，啊，他说我是从辽宁省来的，哈，他说呢，因为我弟弟呢，张永成呢，他就在这儿啊，那个做生意，但是呢，我知道他可能已经死了。那警察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呀？”啊，那这张燕就说：“因为弟弟给我托了一个梦，昨天他就给我托梦哈，告诉我说他被害了。”而且告诉我，他的尸体被抛在一个铁路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而且他还跟我说姐，我很冷，我很孤独啊！说姐，你要给我报仇，你要帮我找到这个凶手啊！所以姐姐就来了。警察听了，那哪能相信呢？说谁能按照你做一个梦，那梦什么梦都有，对不对？说你这个梦怎么就能证明是真的呢？哈！所以其实呢，就不太信。但是这个张燕姐姐呢，就是苦苦哀求，说有没有这么一个铁路啊什么？就她描述我梦境中这个地方，你们能不能带我去啊？警察也就将信将疑，说要不去看看吧？啊，就这样子。然后呢，你说是警察带路，反而是这个张燕带路，对，他就好像他他手里有个 GPS， 有一个这个定位一样的哈，就跟着这个往这儿走，就到铁路就走了一段路，然后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啊，然后他一边走一边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啊，因为梦中我弟弟给我指示的那个景象就是跟现在就是一样的。结果走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呢，然后那个张燕就说。然后那个警察就说：“哎呀，正好你看哈，这边就是有新翻出来的土，应该是被人动过的哈，刨过坑的。”对，那警察也马上引起怀疑了。后来，然后那个张燕也说：“就在这儿，这个周围这个环境，就是梦中我弟弟给我托梦展示的一模一样。”然后警察呢也就开始在那儿挖哈，挖了2米深吧，还真的就找到了这个张永成的遗体。对，所以你看，就这个时候就不叫失踪了，就证明了这个张永成的，应该是被人所杀，然后弃尸给埋在这里了啊。然后呢，他那件衣服呢，就是血衣嘛哈，在柴火垛底下哈，就是这样。好了，那就靠这些线索就要找凶手是谁呀？那这警察其实第一个怀疑的反而是他姐啊，说就你说的这么清楚，知道的这么明白哈。说这个不可能啊，那是不是你杀的你弟弟哈？那他姐说不可能，说我呀，这个我活这么大年纪了，我第一次坐火车啊，别说我出辽宁省了，我第一次出我们村庄都。然后警察呢就打电话回这个姐姐所驻地啊那个派出所啊公安局去了解，还真是村民们都是这么说啊，这个姐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是说那个弟弟给他托梦了，赶紧买了火车票就来了吉林啊，第一次出远门，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姐姐所为哈。好，这第一个嫌疑人就过去了。那继续破案嘛，那就自然就找到这个刘小林啊。刘小林呢，其实是这个张永成就是被害人的生意伙伴啊，同时呢，其实他俩还是一个情人关系。对啊。那既然是情人关系，那我们就得看看谁吃醋啊，或者有没有妒忌，有没有因为戴绿帽子等等这些事情引发的情杀呀哈。那好了，第二个怀疑对象就是刘小林现在的丈夫叫顾大海啊。
这个顾大海呢，看起来真是有犯罪的动机，因为他知道这个死者张永成跟自己的太太之间的情人关系，那他被戴了绿帽子呀，对不对？可能要除掉这个情人哈，这也是合理的。而且这个顾大海他就是铁路员工，所以他对这个铁路周围的这些环境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就是也有这些比较方便的条件。而且呢，那天这个他们推算一下嘛，就是这个张永成是哪天死亡的哈？死亡的那一天晚上呢，正好这个顾大海还不在家里边啊，他说是在单位加班啊，但是又没有人给他证明啊，所以就是疑点重重。那警察就对这个顾大海调查了一番，最后呢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就先放在这儿了哈。然后呢就继续调查呀，这随着深入的调查又知道了，原来这个刘小林呐，以前还有一个老情人叫韩志刚。对，那刘小林是不愿意再跟韩志刚好了，可是韩志刚呢还是老是来缠着这个刘小林好了，那一想是不是韩志刚因为这个情的问题而产生了这个杀人的意图呢？是不是想杀掉新情人张永成呢？因为他还想回到刘小林的身边呢，对吧？这个逻辑也通吧？然后警察又去找这个韩志刚，韩志刚就不见了，因为就是当在铁路的那个偏僻的地方挖出了张永成的尸体之后的第二天，这个韩志刚就找了个借口跟村民们说，哎呀，我去山东看我上大学的女儿去了要去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呢一想想也不太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7月份嘛，都是大学暑假的期间，那孩子应该也不在校园里他还上学校看孩子去，所以这一点呢又引起了这个警方的怀疑，而且打他的手机什么的也都联络不上好了，那这个警察呢他们就想估计这个韩志刚嫌疑非常之大，这已经是第3个嫌疑人了然后呢，警察也是很有智慧的，就出了一招引蛇出洞他们呢就先把这个顾大海，就是那个第2号嫌疑人，也就是那个丈夫先把他保护起来，给那个控制起来了，就不让他见大家的面儿。然后呢，跟所有的村民们说，这个案子破了破了。这个杀人犯就是顾大海，就是因为他妒忌情杀等等这些问题。因为这个听起来很合逻辑嘛，所以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就都传遍了。这个话说出来了之后，第2天韩志刚从山东自个儿回来了。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嘛，韩志刚也听见了他肯定在村里自己的家人呢还是什么的，也是他的耳目嘛他就听见了，太好了这个顾大海被抓起来了，那我就没事了，所以他就回到了村庄，一回来就被埋伏的这个警察就当场抓获，然后呢就到他的家里去搜查结果在他家里就发现了凶器，那个刀上边的那些血迹什么的，就是死者张永成的所以就这一些凶器动机什么的全都坐实了，而且呢韩志刚最后呢也就全都招供了说就是他，因为他想回到刘小林的身边，那就把这个新情人张永成就给杀了，因为正好那天晚上他来找那个刘小林嘛，看见张永成正从刘小林家出来，对，然后2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又打起来了。在打斗的过程之中呢，这个死者张永成他的那件迷彩服上衣就脱落下来了，结果就掉到那个柴火堆底下了。然后这个韩志刚呢，就是用刀不是杀了这个张永成嘛，那肯定他也是要赶紧要是掩埋尸体离开现场他找了一个手推车就把尸体给运到那个铁路边去埋了，但是他也没有顾及到原来这边还落下了一件衣服所以这个柴垛旁边呢是案发的第1现场，而铁路那边呢只是一个埋尸的一个现场，所以至此呢就是这个真相大白那张永成呢其实也可以瞑目了又给他安葬了，那这个罪犯韩志刚呢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这段故事呢
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托梦追凶，灵魂报仇啊！师父，讲完了。真是很神奇吧？哈，嗯，你看他这个死者被杀之后，他愤愤不平哈。对，托梦，这次托给是自己姐姐。是。那姐姐呢，肯定知道弟弟遇害的事情，不管真假，肯定得报警。对，就是这样。但是警察有点晕了啊。对，一开始不相信。你做了个梦，对吧？你做了个梦，你弟弟被杀。对。这个东西不靠谱啊。但是姐姐说我有地点，是吧？那个弟弟给我托梦说的地点，在铁路旁。对。草丛下。等等的，那么一找呢，尸体又有。真找到了。对。但是至少是从这儿开始，警察不得不来破这个案子。是的。因为真的有人死了呀。对。那么之后呢？就是还算不错了哈。最后把这个真正元凶抓到了。是的。对。所以像这类事情，在刚才这个故事在中国东北地区嘛，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事情。很多都有。我有好多次，我在看到那个 Facebook 上那个台湾的一些警察这种与抓凶相关的，有些是托梦给检察官的。对。还托梦给法官。是。还有托梦给那个灵媒警察。对。都有。托梦给法医都有。对。所以这个灵魂这个现象还真是值得研究啊。是。在那个英国、美国都有，这个西方的世界也是这个死者哈，托梦给灵媒啊，托梦给朋友啊，都还是挺常见的。是，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对。师父有个问题哦，是不是像这种冤死的灵魂，它特别容易给活着的人托梦？通常是这样。就是他是冤死嘛，那么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如果是在的话呢，这灵魂他是有情绪的呀。这明明在人间活得好好的，是吧？兄弟姐妹、亲戚，甚至是爱人，都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是吧？你突然之间把我给暗杀了。不管任何原因，我都是愤愤不平。尤其是死了之后，还发现自己是冤枉的。对。是吧？你是滥杀无辜，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觉把我给杀了。这我就不乐意。我要去到处能上告的上告。能给人间送情报就送情报，是吧？一定把你这个杀人恶魔给抓起来。让我来解恨啊。所以人的情绪就是来自于，说是不公平的那种感觉啊。对，我被恶劣对待了，我被歧视了等等的啊。师父呢？我深入的再问一步，我感觉也好像我们也不是说所有冤死的灵魂都托梦回来啊。那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认为会有这个。比如说被杀，或者是谋杀，或者掉进河里淹死哈，等等的，对，这些灵魂不一定都回来表达自己的不平，是吧？对呀，对，对，要申冤，不一定都来申冤抱不平。对。那我觉得是等死了之后，就到了那个地狱中的审判人那里啊。给你把，就是你过去杀的，比如说某种生物，或者是骗的人，他们家破人亡，等等造成的这个伤害，给你一对证，你想起来，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人今世被杀了，被谋杀了有个谋杀的理由吧，但是谋杀理由在人世间呢，就觉得不公平，挺冤的，对不对？比如我偷了你们家一只鸡，你把我给杀了，这个罪过太大了。就是你杀我这事儿太重了。对。我最多赔个钱就算了嘛。但是到了地狱之后，比如说有到了地狱地府那里，阎王爷判官哈，就像电影上演电影一样，啪一展开，说你现在被张三给杀了，你看看前世的张三家13口人全部被你给杀了。对不对？你去人家偷东西，结果呢，你在偷东西中
当中呢，人家家人醒过来了，就和你搏斗，可是你身上带着武器，带着锋利的刀或者手枪，你把他人全家全打死了。但是你逃了。这全家13口灵魂被你给恶整死了。这愤愤不平啊。对呀。也在叫隔世追凶。人家追到今世来了。对不对？所以杀你这是第1次，还有13回呢。啊，所以你不冤枉。对，你不冤枉，你还喊什么冤？你还在那哭天抹泪的。啊。这灵魂一听，哎呀，也是，还欠12次。算了，那也别那个了，就认罪吧。啊，对，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啊。所以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真是。哎，所以除了人间的法律的这个法律之网哈。其实在这个天道天和人之间这个关系之中哈，就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对，其实是只要你干了，就有点像上网一样，其实就会留下痕迹。是的。对，如果真追查，都能追查出来。所以有的人呢就觉得，嗨，我是死啊，是应该的。啊，对。那还有的人就是说我是冤死的。对。对吧？你这个出手太重，哎，我投了1只鸡，你把我人给杀了，是吧？所以就有觉得不服气的。对。有的觉得，嗨，算了吧，就这样。啊，了解。好，那师父还有一种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这个农历7月前后左右啊，哈，这个灵魂就很容易跟人类这个世界进行沟通。这个一直有这个说法。这个比较早了。啊，比如在我们这个大中华地区吧，哈，这个是一直有这个传统的啊，因为在佛教、道教还在民间的自然信仰之中啊，最后就形成了一种说法。是。所以到这个道教叫中元节。对。佛教呢叫盂兰盆啊。是。对，所以在这个2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啊，这个地狱之门呢，就有点像，特别有点像美国总统大赦那种感觉。哦。你比如说很多难民哈，对，在很多年之前都是这样，你因为任何原因说我要移民美国，但是呢我又没有合法手续，我就去了之后，很多律师说别慌啊，给你指条明路，你就等，早晚有一天遇上开明的总统哈，他这一上任，上来第2天就签署一个法令说，在这凡是申请难民的全可以批准。有时候有了等了10年，有了等了8年，就全部通过了。对，自然成为美国公民哈。是。这个在这个传说之中呢，地藏王或者是这个地狱之主，这个阎王爷，网开一面，说你大家都光着地牢的话，地牢没那么大呀，啊，是吧？犯罪人口太多，是吧？不能平衡啊。所以有些东西啊，还是讲缘分。就是罪恶不是特别滔天的呢，那一天呢，咱们就给他放个假。你能出去溜达了，遇上佛菩萨神灵把你能接走的话，就接走；如果接不走，再给弄回来。就是这样，地狱之门大开，就是大赦天下。大赦地狱众生。那这个时候，佛教的地藏王菩萨就是大显身手啊，能捞的赶快使劲往上捞。是。对。在不同宗教的有他的方法，也是往上捞。那我在小时候没这概念，因为人的成长做事，你的遇到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一开始我不觉得，到后来觉得还真的不是这样啊。这个到了这个阴历7月份的时候，就确实会有一些7月份的这个灵魂哈，就出来到人间溜达的几率比较高。真的是有。他们就也在求救。应该是求救。给发出信息呀，求救啊，这样的。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到了这个时间了啊！今年又到了。对，所以我们要讲一讲这个灵魂，讲一讲跟我们人在世的人的这种关系啊。对。还有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能够帮到这些往生的这些灵魂，尤其是我们的亲人呐、长辈呀这些啊。尤其是像佛陀，我就提前讲一点哈。那佛陀在讲这个《盂兰盆经》的时候啊，对，我觉得去年或前年我都讲过哈。今天也给一些
新的网友朋友再讲一下，就是说，佛陀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子，就是说他这个神通法力都是相当厉害的，叫目犍连尊者，啊，神通神变很厉害，啊，就是反正比传说中的孙悟空还厉害吧，就是这样法力无边的一个修行的罗汉啊。那有一天呢，就是这个目犍连呢，就来到佛前诉苦，啊，说是他，发现他的母亲呢，已经在去世的母亲在地狱求救，他用天眼一看，哇，他母亲正在地狱受苦，第一苦就是饿和渴，啊，这目犍连呢就饿的话拿食物一送到嘴里变成着着火的炭，这怎么能下咽呢？对不对？如果一浇水的话，往他嘴里喂水的话，就变成烧红的这个烧融化的这个铁汁啊，这怎么能喝呀？真是地狱之苦啊！他是有神通的，他用神通功夫，啊，说也继续这样做没用，这好像说他修行的这个能力到了地狱是没法施展的，啊，那用了很多方法没有用，他母亲继续在那受苦，啊，不得已他去找佛，找他的师父释迦牟尼来请教这件事情，这是佛呀，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救我的母亲呢？就一边说一边哭。哎呀，佛睁开佛眼一看，说：“是这样，你母亲前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早就应该将她打入地狱，啊，受尽无限的苦难，啊，因为就像可以这么讲，就像你欠了别人的钱一样，就是你儿子今天就是国王也好，你妈妈欠的债不还人家的，所以人要债是公平的呀。”对不对？那你不能下个令说我妈妈因为我是国王，我妈妈借你的钱就不用还了。关键债主乐不乐意啊？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个人心的公平性问题，对不对？所以人家就不乐意嘛。你欠人债，人就是不乐意，你必须要还。啊，这个目犍连听懂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救我母亲呢？说那你呢就得。你现在就是那个要发心，去这个化解灾难的人，你要救你母亲的话，啊，所以我认为呢，你呢供养你这些师兄弟这些大罗汉们，啊，是吧？无论是衣服、食物啊，这个珠宝啊、钱财，你去供养他们修行啊，当然你也应该供养我啊，我这是佛这样我能一起来帮你。结果在这个目犍连这绝对相信佛的话呀，说好，那我就如法奉行了，就赶快做大供养他这些修行的师兄弟们。他就讲了他母亲的故事，大家说可以，那我们就救他。就是为他之后，就是说有的人打坐念佛观想将他母亲救出来，有的是念佛号增强了什么呢？目犍连的这个能量。还有的人说我就诵念佛号。愿利益一切众生，愿此功德呢能解救目犍连老妈。这大家一起用功夫，那他妈妈就终于得救了，就是这样。所以佛陀呢也告诉了我们，这个能够去做功德，为谁呢？为我们的这个亲人长辈。有的你历代祖先都可能做过缺德事儿，比如杀猪宰羊，你为了谋生杀这个宰猪场，供应一个大城市的这个肉食的话，你一天要宰多少猪呢？对不对？还杀羊呢，你一天要杀多少只羊呢？杀鸡的杀多少只鸡呢？之前我们在马来西亚都遇到过，父亲或者爷爷做杀鸡杀鸭的专业人，是那一天几千只鸭子鸡这个杀了呀，你是为了你谋生啊，可是这些东西都叫你给弄死了。可是他的后代遇到什么问题呢？喉癌。对，要不就脖子长肿瘤，脖子长那个恶性肿瘤。甚至是还有，就在这个咽喉这里破一个洞。对。说你们家上代给抹鸡脖子抹的呀，对你呢，结果作为一个人你破一个大洞，没人用刀割你的脖子自己在那长疮都有长穿了。所以有很多那个巧合呀，都是有必然的。
是我提醒一点哈，所以有些人你在脖子这儿天生就有一个猴子，天生就有一个疤，就是你前世可能是被人抹脖子弄死的。他都会有一些也叫前世印象，前世的印记。其实也和弄电脑一样，其实你所做过就会留下印记。这个印记在人体上来说，表现成了不同的长相、眼神啊，那个每一个纹路，你看面相中的纹路结构，因为每个人脸都不一样。对。还有手相、手纹，手纹不同，你的富贵和磨难就不一样多，还是不是一样的内容。是。所以这个让我想到那种那个最早的那个唱片机，对不对？对。所以你也得有个声音，你也这样说，他就赶到之后，他就把你的声音刻到这个光盘里去。对。但是再找个解读机呢，一放就能放出录进去的声音，就是啊，只要你做就能留下印记。只是说怎么样找到这个印记，其实第一个找到就是我们的相貌。所以有些人命相确实好啊，就是有的叫天生富贵，还有呢老年也富贵，还有的天生富贵老来凄凉。哎呦，那多惨呢！对，还有的这个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很平静，中年很富贵。一到中年拼命做事业赚了一笔钱，到老年又投资错误，钱叫人骗光，又开始受穷。60岁以后又开始去乞讨，是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相中其实是可以发现的。你看我都现在已经放到网上去就有哈，还有音频的哈。对。有那个Spotify 上。对，那个叫 Spotify 哈。有那个你过去大相师许富。许富是位女士哈。是。许富，那当时预言了一位女士。说她可以生天子。对。说那是叫啥来着？薄姬还记得哈？对对对，所以都在你的富贵也在面相中能看到。比如有的人说要早死，比如30岁离开人世，在面相中可能也有呈现来着。对，所以长寿者的面相和短寿的面相都有区别，对不对？那这是粗略的哈，更细节的说，你是几月几日死，还是说是自然得病死亡，还是在医院开刀的时候死，还是在水里淹死？如果看得更仔细的人，有些大师就可以看出非常具体的这个内容。你记得咱们在温哥华，遇到在多伦多来的2位师姐吗？有一个师姐，我记得她是那个越南华人，是吧？对，然后越南裔华人。然后他就是前些年遇到一个香港来的大师，铁笔神算对，给他说的非常准吧？对，就说他就是寿数到什么什么时候，对，就说的。还有几岁结婚？对，就是其他很多东西都孩子的属相，还有她老公的名字，对，都算出来，全部算出来，连老公的名字。那个时候她没有对象啊，对。人家是个大姑娘啊，哈，当时才21岁就被算出来，她老公将来叫啥名字？对，而且哪一年的几月份结婚，都算出来。对，真准，非常的准。结果就是到那个准到一身冷汗了啊！准到就是因为那个算命的跟他说嘛，就是说你到60几岁就这一年嘛，然后到了那一年他吓得战战兢兢的，因为就是到这一年。不是他身体不舒服啊。他是一到那一年哈，他的身体就全垮掉了，腰哪不好，说腿痛，腰痛，肝痛，反正哪都不好。就好像真的就是生命走到最后了，对，就跑到温哥华禅堂来见师傅来了，求师傅给延寿，求师傅给化解。对，那昨天咱们这个昆提师姐打了个电话，对，跟他通了个话，说他还好好的啊。哎呀，还好的不得了，就以前那个不舒服的那些全都没有了。对，是，然后当时师傅说那个给你2年之后再来见我。对，所以就是等到明年春节吧。对。就是所以，其实师姐她今年也来见了师傅但是因为师傅说2年嘛，然后她又明年还会再来找师傅的，就这样子。对，我就说，就是
人只要做了事情，其实这个讯息就会留下来。那你这个人的事情就留在你的脸上。无非就是你，也就是说你自己不会解读了。遇上厉害的人，研究命相的人，就能解读你这些符号和讯息。所以如果你花的钱够多，人家给你1天的时间来看你的时候，就把你这一生算得明明白白。就是哪天死怎么死都知道，你赚多少钱都知道。谈过几个对象很清楚，其实这些都在你脸上写着呢。对，师父，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命相这么清楚，就像多伦多那个师姐似的，其实到最后会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命运。它定格了，那个东西就是个固定的，是就好像你出生的就固定下来，你到几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好像就是导演策划了一个绝对的电影剧本。对，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灵魂的问题呢，要更重要的是，就像那个多伦多师姐，她找到师父就解脱了这个定格，她延寿了。他好了，他摆脱了这样让他怕的这种命运哈。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给网友们传递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消息。虽然你命中有这一劫，或者有这个不顺，或者有什么，但是看师父怎么指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避开、消灾避难对。行，一会儿我们讲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些麻烦的方法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咱们继续听故事。好，对。那师父就是现在也是快到农历7月了嘛，然后我们有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故事，也是关于他们有一些灵异的一些体验。对就是第一位网友来自马来西亚，叫侯彩坤。他说：“师父好，我天生体质比较敏感。”在有人往生的地方呢，我能闻到特别的气味。2年前，我的邻居因为骨癌往生了，她是一个年纪轻轻只有20多岁的女孩子。之后，我每次路过这位邻居家，总能闻到一股奇特而浓烈的香味，好像女孩子的香水味。我曾听坊间说，因为病痛往生的年轻人，灵魂会不舍得离开，加上这股浓烈的香味，我感到十分的害怕，所以这2年来，我一到晚上都尽量不出门。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宅，我时常会过去打扫卫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次回这个老宅的时候，就会闻到一股香烟味。后来我才知道，去年那边有位30多岁的男性，有很严重的烟瘾，身上经常有一股烟味。后来呢，他因为吸强力胶中毒，惨死在我家隔壁。频繁闻到这些往生者的气味，让我这2年总是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直到2024年，我来到了怡保禅堂，我听说大黑天吉祥卡可以辟邪。我知道后呢，就立马请了好几张，在我家2个家的门口和各个房间都放上一张大黑天吉祥卡。我还让我的全家人、孩子、孙子都各自要随身携带一张大黑天吉祥卡。神奇的是，我发现自从迎请了这个大黑天吉祥卡之后呢，我在这2家都再也闻不到任何气味了，身体也感觉到轻松了很多。我还介绍大黑天吉祥卡给一位做保姆的朋友，朋友说他看护的一个小女孩经常晚上深夜哭闹，天天从凌晨2点钟哭闹到清晨5点钟。但是朋友把吉祥卡放在孩子的床头，隔天就很开心地告诉我，女孩再也没有深夜哭闹了，她终于可以有个好觉睡了。现在我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都去迎请大黑天吉祥卡，这样就算去医院、墓地或者参加丧礼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大黑天菩萨会护佑一切吉祥如意。感恩金菩提宗师。哎，这个真好哈！是，对我们这一位网友呢，他本来就有点这个敏感体质哈，他还能闻到灵魂的味道。对，这也是想请教师父，就是能够闻到一些跟往生者相关的味道，这个有什么说法呢？像刚才我们讲到，对，其实人的任何行为哈，你只要做了，就会留下相关的讯息。那一个经常
往身上洒香水的人，或经常抽烟的人，或者是南方人经常吃榴莲的人，其实你的身上是有那个味道的。比如说当年我们在青海啊、西藏那个地区，当地人呢那个水少哈，洗澡特别少，对，但是吃牛羊肉是变成每一天的饭食，所以他的身上呢就是很远，通常是在如果顺风的话10米以外都能闻到一股羊膻味。就知道这个吃牛羊肉的这个藏民同胞来了。对，记得我们在很多个国家，经常会有这个俄罗斯的朋友，如果坐过这个电梯，刚下去了之后，哎呦，等我们上了这个电梯的时候，熏得我们呢，熏得喘不上气儿来。对，香水味儿变成臭味儿了都。这受不了。就我觉得你这一下你喷了一瓶子呀，我就怀疑没把你给熏倒啊。是。反正他没有倒，我都快被熏倒了。等人家离开电梯，我再进去，我都熏得受不了。对，是吧？其实人就是你，一个是习惯于吃啥，或者习惯于做啥，尤其是这个香水的味道哈，它会留下。但是呢，这个它的故事有一个可能令人费解的问题哈。它是对，比如说，这个吸烟的人哈，对，这位先生去世了，对，那么他就会经常闻到，因为这个人都走了，都火葬了，怎么还能够闻到他那身上那股烟味儿呢？是啊，这个焦点麻烦就在这里，会不会意味着说他的灵魂上也带有这种香烟的气息？对，感觉是。对呀，因为灵魂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带走灵魂的时候，这个味道没什么重量，顺便就带在那里。至少代表的是那个抽香烟的那个死者的灵魂还在那儿。其实没有解脱了。对，喷香水的女士呢也去世了之后呢，她这个她因为她习惯了这个喷香水这个行为呢，她在灵魂世界这个灵魂也有这个味道。但是这个味道一般人不注意。那这位闻到这个味道的这位师姐呢，她是敏感体质。对。在过去的我也能闻到。就是你修得很清净很单纯，就是一个禅师嘛，经常这个在一种这种清净的状态下，就是你们乱我不乱，你们吵我还很静，这是非常清净的状态。这种清净几乎达到了你无法理解的那种静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想体察别人的一些问题，就不光是味道哈。其实很多问题都能体察得到。那么香味儿或者味道是其中一种。对，在我20多岁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自我的感受是，先不说灵魂哈，你昨天和人吵了架，今天来见我，今天一点愤怒都没有，穿着光鲜见我眯着眼笑，我都知道你昨天和谁吵架了，因为我能看到那个场景。还有说，你昨天是不是吃了一种药？因为我闻到那个药的味道，就把人说的有很多不好意思。对，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味道的本身发现对方很多行为，就是。对，所以你好好修，你也能做到。这个不是特意练的，就是自然就练。等练了之后就自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就是刚才这个故事里边就闻到这个灵魂还遗留下来的这个味道，其实是让我们这位网友他不舒服的。他不舒服了。对，所以他还有一点怕，然后其实也是不舒服。对呀。因为他知道说是那个人是那个人有这个味道，可是那个人已经死了。对。他自然联想到是不是他的灵魂叫我撞到了。那通常哈，在这个死者在短期以内，通常是在49天以内的时候，就是他的灵魂还没有被判决，他还容易徘徊在，或者是他的灵魂习惯性的居住在他原来活着的时候住的那个屋子里头。是。所以的话，他能继续闻到那个味道，其实感受到那个
灵魂的存在是正常的啊。好的好的。对，但是他后来他请了师父的大黑天吉祥卡，他说他挂在那个2个房间，然后还有随身带着嘛，就没有闻到这些味道了。那因为有这个大黑天在的话，那个灵魂他就不敢靠近，对，灵魂不敢到他这儿来串门，对，灵魂就不靠近他们家了，所以他就闻不到这个味道。对，其实这个灵魂来过他家，来看看你们都好吗？你都是我邻居是吧？对，我就要调走了，对吧？有可能是这样。是，但是灵魂可能没有恶意，但是活人感受到之后会害怕。是，对，所以就是那个小 baby， 他给他那个朋友，做保姆那个朋友看护的那个小 baby， 不就经常哭嘛？其实也是可能看到一些怕的东西。然后自打这个床头上有了这个大黑天吉祥卡的话，小宝贝也不哭了，也不闹了。对，这个是有安稳了。没错没错。这个大黑天这个吉祥唐卡呢，因为他是这个天上最大的神，是，所以他能量是很大的，所以他就把这么一个普通的灵魂给吓得绝对不敢靠近他们家的房子，对，所以全家人就安静了，这是这么个事儿。是，这个故事很单纯的，但是只是说我们就会给大家解释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香水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也听到一个故事，也是马来西亚的哈，一个叫小兰的网友他提供的，他呢，他的弟弟呢，就是中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去再深造了，没有去读书了哈，然后就找这种工作，但是呢，做什么工作都不是太专心，经常就是玩手机呀，或者是什么的呀，然后工作也做不长久啊。这个呢，就是让小兰呢，还有她妈妈都非常的着急。但是又帮不上忙，然后有一天呢，小兰就在禅堂里边，我们的法务柜台看到一颗天珠，小兰第一眼看到它就想，哎呀，我一定要请这个给我弟弟戴，她心里这个念头就特别的强烈。然后我们的法务的师姐就给她介绍说，这是一个1眼天珠，背面呢还有佛头的图案，这个象征着背有靠山。然后师姐还讲，你想啊，我们人类在世界上最大的靠山其实就是佛菩萨啊。那有靠山的人，工作呀、事业呀都是非常顺利的啊。所以小兰就很欢喜的请了这个天珠送给弟弟。弟弟佩戴了之后还真是就好像开了智慧一样的啊。然后也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了啊，也愿意出去闯一闯了。然后他他弟弟带着天珠，就是说妈姐，我想去新加坡找工作闯一番天地啊。于是他就来了新加坡。那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呢，就在一个餐厅里边帮厨啊。虽然收入不高吧，但是包吃住，所以他也觉得挺适合的。他第一天一来，直接就开始干活，干了一整天呢到凌晨12点多才收工然后他就拖着行李箱，就跟着工友一起回宿舍。然后工友们呢，人家自己都进到宿舍房间了，就指他说，就最前面那个拐角那个房间是你的啊。然后他就到了那宿舍门口用钥匙开门嘛。门一打开的一刹那，他就突然打了一个冷战，浑身冒冷汗，后背发凉但是新加坡即使是晚上12点也是挺热的那是不可能这样后背发凉的。而且他就感觉胸口佩戴的那个天珠呢，有一个发出一声异响，他就低头一看，天哪，这个天珠居然断了。对，你看这个真实的照片呢而且断的位置正好是在那个佛头的位置。你想他就是站在那儿开一个门，这个天珠有没有撞到什么东西，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断了，断成2半呢，真的。对呀，然后弟弟呢，其实还是挺聪明的，然后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然后他的脑海里就浮出一个意念，就一个字儿逃，他就拎起那个行李箱，赶紧就跑了然后到了第2天呢，他才联系了这个餐馆的老板。那老板也是跟他坦言相告了，就说其实那个宿舍确实不太干净，以前也是一个马来西亚来打工的一个小青年在那里边上吊了。为什么呢？当时呢就是他来打工嘛，然后餐厅就丢了一笔钱，然后所有人都说
就是这个小伙子偷的。这个小伙子百口莫辩，然后呢，他自己呢又觉得没有了尊严信任感，同时又没有钱赔啊，结果想不开呢，就在那宿舍里上吊自尽了。弟弟一听，哇，那可真是啊哈，那真是这个天主保佑了我哈，然后让我逃过一劫呀，然后那个老板呢也还算是算是就是讲道理吧，就给弟弟结了1天的工钱啊。然后呢，也同意他离职，就没有难为弟弟。但是呢，也跟弟弟说，你就别告诉其他员工了哈，你去找个其他工作算了。就这样，那弟弟把这个经历就告诉了小兰，就是姐姐嘛。姐姐一听，哇，那就是佛菩萨和那个师父的加持护佑啊，让你躲开了这个劫难呢哈。所以姐姐还是很懂的，赶紧在那个禅修学院网上又供了灯啊，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护佑弟弟。那同时呢，又为弟弟又请了一个金刚杵，又给弟弟了，说你现在你这个金刚杵天天就带在身上啊，这个就破除障碍，希望你能够找到好工作啊，而且呢事业顺利啊，然后有神佛给你护佑着，果然呢，就是弟弟呢也在新加坡很顺利的落脚了，也找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工作啊，现在工作也非常的稳定，非常的顺利。所以小兰最后就跟我们分享，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救了弟弟一命。还很神奇吧哈？对，天珠好灵他一进门，天珠给弄断了。天珠它是它是玛瑙，它是一种石头呀。对，也不至于那么脆弱呀。对，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照片，它真的干干净净裂成2半呢。对，从物理性来说，就是石头这样子，哇，它怎么看？那个天珠比香烟粗多了。是，对，好赖是个玛瑙石，怎么那么脆弱？怎么也像手指头这么粗呀？对呀，就一下就断了呢。这多神奇哈！就是真是那个煞气一下子就冲撞上来了。对，然后天珠给挡一下。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带天珠的时候啊，就在青海、西藏地区带天珠的人就会讲，甚至是说不是天珠哈，是别的佛珠类，师父给你的加持的一个宝物。如果说遇到某种情况下，它就断了或破损了哈，说这个时候是帮你挡灾了。挡灾是这样的哈。那网友们听到这个故事哈，就是很想知道，多了解一下这个天珠到底是什么，它怎么有这么好的一种护佑作用？也请师父给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稍微有点长哈，这个内容哈。就是首先我不是研究这个天珠的专家。那我呢也是天珠的这个爱好者、受益者啊。在我这个10几岁的时候，我的师父给我送了一颗这个13眼天珠，就很长，现在就比的这么长，大概10来公分的那么长啊。对，是老的，应该至少有500年以上，很古老的样子，油光的啊，保持的也比较好，对，那个时候就比较贵。这个西藏人他对这个天珠的认识，我一开始觉得，哎呀，西藏人还是没文化，所以就有点盲目性啊。而这个天珠呢，它不像国际一些公认的某种珠宝，比如说好的珍珠，或者是好的那个什么红宝石 ruby 啊，还有什么 sapphire 那个蓝宝石啊，什么比较公认的一些宝石哈。这个它确实有一个，就像黄金一样，有个国际公认的价钱，还有祖母绿，是吧？这些都是很贵的这个宝石。那么你这个天珠呢，等分析一下，一问之后，我那个时候在西藏问天珠到底是啥做的，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来。只有一个年轻的文化人哈，他爸爸是当地高官，他就说，其实就是听说是一种玛瑙，但是还听说，他说真正的天珠来自于天。那我有一颗呢，就好像也是来自于天，因为它绝对不是玉，也不是这个玛瑙，但上头就画这个天眼珠啊，眼睛，那么这个天珠这种文化现象的这种起源呢，是起源于，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你也许上网你这样对应我所讲的。也许你会误会
还不一定谁正确。它这个起源呢，是起源于亚洲地区的西亚地区，叫做大西亚地区。大西亚地区其实西藏也可以算是这个环境啊。那我再说一下，就是第一，在两河流域，可能读点高等学府的人就知道两河流域在哪里啊？觉真？在那个伊朗、伊拉克那一块。对，两河流域。对，两河流域是西亚地区，也就是酝酿世界文明的波斯文明一个就是非常古老而非常文明的这样一个大时区。才成为叫两河文明。两河文明之中，它的很多高科技的生产比如说对于玻璃的制作加工对于这个铁的这个冶炼制造的能力，对于建筑业的能力还有在整个建筑史上，它引导建筑大家都相互去模仿它的，后来变成了这个罗马文化和罗马建筑的东西，都是在两河流域这样生成起来的也是靠近了那个地中海附近。对，所以那块那个文明很发达。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大地区，包括西藏地区，甚至包括那个时候的局部的俄罗斯地区，都受到这样的文化影响。因为还很多人相信的是一种叫做传统民间信仰，就是萨满教。萨满教这个巫师呢，他的工作行为很类似，都是他认为叫做多神论和万神论。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所有的疾病和麻烦都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他是这样的，说我和你解决不了，我找个别人来解决，总能找到一个能方便跟你讨论问题的人。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叫做宗教与文化的这个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宏观的大发展状态之中，其实全世界所有新出生的婴儿，这些小孩子们其实没来过这个世界，所以看到很多东西是新奇的，对不对？比如你突然间大声说话，孩子们吓得一抖，很多孩子都是一抖，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正常，因为他是个新生的孩子。说3岁以内的孩子特别容易受到一些惊吓，是吧？男人和女人来说的，通常女人容易受到惊吓，对不对？你看在网络上做恶作剧，说吓唬女的，吓得都是吱哇乱叫；吓唬男的，很多男的还是比较稳重，女的就吓得有的就吓哭了，有的吓得飞跑出去了。对，所以女生的胆量，和小孩的胆量来说都是差一些。那年轻女生的胆量和儿童的胆量比呢？儿童就更小，所以很多儿童受到惊吓，严重受到惊吓者快速就死亡了。严重惊吓都快速死亡。那受惊吓再低一点呢，五官是歪斜了。比如你刚出生，你的五官是正的，虽然是个小孩子，五官是正的，但是受到严重惊吓之后可能脑神经受伤了，这五官就失常了，就错开了。你最后发现鼻子嘴都是歪的，是两个眼珠不对称，那就麻烦了。两个眼珠一不对称之后，他的智商已经受到了这个破坏，就是与大脑智慧相关的那个部分，那个大脑就受破坏了，所以它很麻烦。所以这是要命的事情。那大家呢就得想主意没有办法。那今天的正常医生都没办法，反而不正常医生有办法，就是巫师。那我小时候见过那个巫师呢，就会像比如说河北老家的巫师呢，他们就是弄1斗米或者一个碗，我当场看到是一个大碗。他那个我们家乡那个米不是白米那个大米，是黄小米，黄色的小的颗粒小米。这个小米我就眼看着装得满满的。这个碗不是魔术碗，就可以在发生事故的人家里借一只碗，干干净净吧把这个米装满它。之后呢，用一个红布就把这个有的是黄布了，把这个盛米的这个碗包裹起来，把它用拧的方法把它弄住。完了之后呢，再把碗翻过来，就盛米的这个部分冲下，
那这个有个小孩子躺在那儿，严重惊吓，他是昏迷不醒的，发高烧，醒不了，吃药没用的。这个巫师来呢，就拿这个米碗就在头上晃，就是晃，一边晃一边念咒。那时候念咒我也听不懂，听不懂是啥玩意儿，他就念的。之后只要巫师说回来了，好了，只要一说好，马上这个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我饿，或者我要撒尿，就说一些具体的话了，这个孩子就醒过来了。只要巫师说好了，这个孩子没有问题了，高烧立刻退了，立刻起来就是除了撒尿吃东西就也跑出去玩了，好了，就是这样。但是并不是每个巫师都有这个办法，还说有没有个产品让我们带在身上，别让这些鬼和邪气来吓唬孩子，慢慢，尤其是在两河流域，说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等那个大地区里头，那个萨满教的还有拜火教的巫师就开始共同在民间说，大家都认为说，我们要制作一个邪恶之眼，因为来的吓唬孩子那个东西就是邪的很厉害，很凶猛吧，要命。他觉得凶猛要命的东西主要是他的眼神，我要制造一个保护我们的邪恶之眼，把这个邪气恶鬼把他给吓跑。所以那个时候就用了不同的材料，一个是人们到处去找，这巫师去找，就发现这个有的那个玛瑙石，它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这一层是白色，下一层是黑色，那再下一层呢，可能是颜色更深的。之后呢，他就把侧面呢都打得像一个椭圆形的眼珠一样的圆乎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层一层的这个感觉，这种感觉就像眼珠子，就把这个东西打个孔戴在身上，所以有的是圆珠，有的是扁珠，就这个东西就特别受追捧，对，就像个眼睛似的，所以是天然的一个眼睛。那这些巫师呢往上做法，所以有一些这种眼珠式的这个珠子呢，就是有火烧过的这个迹象，是这样的。所以拜火教的人，他用在火上进行加工之后，他把他的加持力诅咒加进去了，所以呢，这样的个加持过的一个天珠戴在身上，说它就有了灵性，这恶魔不能靠近。那么有的呢，就是靠念咒。因为在西藏的佛教的人士呢，就往上念经，是念六字大明咒，就是你的修为好，你怎么念都可以，反正就能辟邪。就是这个你的意念加持力，再加上这个圆眼珠和相关的图案，这两个一结合之后，就远远大于了原有的能量。比如说这支笔是那个珠子吧，我把这个我的愿望加持进去，还有我的一些方法加持进去，当然你可能看不懂了，我觉得它就可以辟邪了。那胆小的人戴在身上之后，就发现真的鬼就不来了，我就看不见鬼了。所以有很多小孩子晚上能看见鬼，这是最麻烦。看见鬼之后，他就吓得不敢睡觉呀。当然那是个鬼啊，还是一种邪魔呀，也不知道，可能都有。所以这样的这个文化现象挺好用的，也有的呢就把它画在一个纸上，有的把这个眼睛画在布上，还有这个圆眼睛的概念。后来还有人呢，在那边的两河流域，他们做玻璃做的比较早，所以又把这个眼睛呢做在玻璃上。所以现在你也去土耳其啊、伊朗啊，或者是希腊去旅游，都会去卖那个纪念品，都是眼珠子，或者一个平面的一个玻璃板上的像个眼珠子，就是很多这个提的那个小帆布包上都是眼珠子，连他们的机场的正门口上都挂着这个玻璃的眼珠子，他们就深信它不是一种宗教，它不隶属于任何宗教，就是民间的一种习惯传统文化，是这样。而且它越播越广，越播越广，
靠近中国地区呢，你像新疆，还有这个受的影响比较多就是西藏，啊，因为西藏人念佛的多嘛，戴珠子，反正不管什么珠，觉得好玩就戴上，哎，那其中天珠被西藏人所接受，后来西藏人也学着去制作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西藏发现了都是几十种不同的天珠，但是最早的天珠呢，都是以画的这个眼睛为主体，所以在西藏天珠中就通常是个长形的，就是有点变移的橄榄形，中间粗一点，两头稍稍细一点的长橄榄形的这个珠子。所以当年卖的最好的就是多少颗眼睛啊，这个珠子，因为它是个眼睛文化嘛，就邪恶之眼这个说法，所以就有一眼天珠。刚才故事中的是那个弟弟是一眼天珠哈，还有两眼天珠，两眼、三眼，一直到9一眼、两眼天珠，一眼和两眼非常少的，一眼、两眼、4眼、6眼都少啊。对对对，那么3眼多。在过去普通传统之中呢，就是9眼天珠还是很被重视的，对，也是与西藏的那些大师们在介绍和吹捧天珠的时候的说话有关系啊。说那9眼那10眼行不行呢？我也戴过10眼的，戴过9眼的，戴过12眼、13眼都有戴过。说到底哪个厉害？其实我也分不清楚，就也是完全看这个珠子有多少位大师往上的诅咒过、加持过，是这样的。它卖相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刚才师父看到的就是像土耳其啊、希腊那些那个邪恶之眼那个蓝眼睛哈。那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很多都是在旅游品店呢什么的，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过加持。但是在我们这儿啊，在菩提禅修，在慈悲音禅修学院网上所有的这些天珠，不管是价钱怎么样，但是都得到了金菩提宗师的加持，所以呢戴在身上才有这个护佑的作用。所以刚才听小兰弟弟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这个天珠呢，通过这个几千年的发展，这个天珠的，就是大约这个眼睛加珠子这种模式的话，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3000年的历史。就据说哈，这西藏一个老爷子说这个可能超过了1万年的历史。不是这个珠子，不是某一颗珠子，而是这种文化超过了1万年，是这样的。反正就是我看到一个记载，就是说那个《大唐传》就唐朝的时候写的那个史书嘛，然后就是说西藏地区，那时候叫吐蕃地区哈，就那个地方大家都戴天珠，然后那个好的天珠很贵呀，就可以买一匹宝马呀，不是宝马车，那个好马呀，是对的，到现在也是这样，你看，甚至有个别的千年老天珠比较完整的哈，可能它的价钱超过一个大的院子的房子。就是它的护佑价值特别高。对，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如果这种被认可的话，它在中国或者西藏地区最少要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呀，最少超过1000万人民币。就是李连杰那个超过2万嘛，2个亿。但是他一开始他是2000万买来的后来有人呢。香港是不是成龙还是谁说，珠子不错，怎么样，卖给我吧？李连杰说，我这花了很多钱买的，我2000万买的，怎么样？我出1亿8千万。李连杰说，算了，我还是自己带吧，就没卖给他。就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嘛，不知道真假哈。但是呢，在中国的一些知名的这个著名的一些商人和演艺界的这些领袖们吧。男男女女都会带这个天珠类的这些东西。对，现在这个都求护佑嘛，脖子上、手上都是带这个东西。对，像早些年的话，都学着想，有钱人都学着戴一个钻石的，就是说钻石也没有颜色，也不好看，像个白玻璃，要啥没啥，对不对？它没有文化，没有什么护佑的作用。还容易被抢。对，这些天珠呢，它至少有一个宗教文化这么一个
一个说法在里头。对，而且护身的价值真是无价的。对，也提醒网友呢说，随着这个一个眼睛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在民间说法之中还有很多说，在动物中，你看狮子、老虎，对，厉害吧？厉害。所以就有了虎牙天珠。这老虎掉了个牙，掉了牙之后，大家抢着去买，就你也要，我也要，最后谁出的钱多给谁嘛。那据说，你看台北一个公园里头那个老虎园那个管理员，就是他那个老虎爪子，有一天他自己会脱落，老了之后，他那个钩也像鹰钩一样，那个爪子卖很多钱，很多人早就给他谈好了价钱等着呢，就是说谁出的高我给谁。据说和美金有一个老虎爪子卖了2万，不是一个大爪子，是那个爪子上头一个钩，那个脱落下来的，就是老虎的指甲，是也算老虎指甲。对，那他们干嘛呢？也是把它绑到这个脖子上挂在那儿，所以经常你去泰国有时候就遇到这个。对，还有那熊的牙齿。对，还有狼的那个。还有狼牙，还有爪子都挂起来戴上。其实就是想用以邪制邪，以毒攻毒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天珠的里面这个图案呢，就不仅仅是眼睛啊，它里头还有很多有些就是传统中能够辟邪的一些东西的那个形状感，还有带有吉祥寓意的，你看在。就是藏传佛教修法这种宝瓶器，宝瓶莲花，还有呢，这个他西藏那个倒茶的壶和那个选活佛的那个金瓶子，都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样子，也有名字叫本八瓶啊。他们修宝瓶器画瓶子也画成那个样子，所以干脆把这个宝瓶也画上去。最后这是汉族人会怎么理解呢？宝瓶就是保平安，对，很好。其实不是，它是聚合的力量。它是让你存钱呢，有魅力啊，有能量啊，是这个。对，所以它每个就是有一个叫辟邪图案，一个是叫吉祥图案，所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眼睛的图案。现在至少有几百种图案。对。所以很多新发展的，就是你想做一个，如果有机会做，你又认识工厂，那就做呗。对，还有的是变相的吉利的吉那个字的。改编的，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符咒或一个具体图案，其实它一个中文字改的，或者也有的是梵文字所以在有一些老天珠之中呢，其实他用藏文写了个吉祥如意，它混到了一起，对，就是它混合的这样一个字都有，也有的什么嗡啊哄那个字也有这样的。所以也就是2大类一个是叫辟邪类，一个是这个吉祥类的这样的图案与符号，大致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哪个最灵呢？一个是用的久的，因为用的久的，因为在过去，包括现在，我喝水啊。在古代和现在，就是藏民就是西藏民族，就是尤其是朝见他非常信仰的那个大活佛的时候，除了拿金银珠宝，还有当地人认为比较贵重的一些什么药材啊、珍珠啊什么东西其他的另类一个贵重的东西就是老天珠。今天你朝见他那大师，见上大宝法王什么之类的，很多藏民去的时候一定要找一颗好的天珠带去，就是这样。再其次才有像在网络上有人说，像大昭寺，12岁释迦牟尼等身像的全是像那天珠，这天珠就起源了，这个是乱说的那是因为觉得宝贵，所以才奉献。所以今天你见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奉献一个天珠，好成色的天珠，他就非常开心。这是他这种文化觉得你要给我一个天珠，我也开心。是的，感恩师父。我跟你说了好几年了，结果上次你说给我买头野猪，真的不算野猪不算。对，结果师父还净给我了，真是感恩师父。对，吉祥护佑。所以就是很多种发展出来不同的图案。
这个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解读不了哈。我们也之后会给大家推出一些天珠图案的一些寓意的那个图表对应哈。但是都是通常来说辟邪和吉祥而已。所以它比的是它这个加持力和年份，年份越久呢，它就可能得到一些大师活佛加持的次数就越多。那你想，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他们这些大活佛拿到这么多天珠之后，都埋在地下，去再继续生长吗？想不出来吧？他也是赠送啊。说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送你一个做个礼物吧哈，就像师傅一样的，都送人了，送个礼给你啊。对，就不管别人给了他多少钱，对于他来说我是免费得到的，我也送一个出去，正常。是。所以你拿到这个一个很老的完善的天珠呢，它的加持力可能更多，就被更多的大师加持过。很多大师有德行高、修法高的大师，不一定你看着他拿着它来念咒，他有时候过去就摸了一下，有时候你也不注意，他就带着念经啊。他没有刻意加持他，那他有没有被磁化呢？有，一样的，一样的被磁化了，被磁化就同性化了。说这个大师是慈悲的，这个天珠呢也是吉祥的。那普通民众佩戴上它呢，就会得到护佑。就是简单这个道理。对，感恩师父。讲完了哈。对，我们想跟网友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慈悲音跟禅修学院网上哈，真是最近上架了很多天珠，很多不同的款式，我们都标注的非常的诚实哈，就是有老天珠就是老天珠。对，那有一些大家都迎请得起的哈，这个物美价廉的也是很多。但是呢，不管是怎样，都是经过了金菩提宗师的加持，所以护身辟邪呀，哈，对，镇宅保平安呐，哈，是非常有效的。其实这个小兰的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就是我们生活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些邪气啊，不知道或者危险啊，对，所以身上真的常年都得佩戴一些就是能护我们平安的一些宝物，对，尤其是师父加持的宝物，对，戴到胸前，戴到这个手腕上啊，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挂到包包上也行，包包上，对，都可以。我们现在还有耳环啊，戴在耳朵上。对，都行。对呀，天珠做耳环是可吉祥的，多美呀！对呀，是吧？按照风水来说，左青龙右白虎，是齐了，对吧？两个能量护着你哈，多好啊！真的好。还有天珠哈，我见过有做半个天珠戒指，有，我们也有那些老天珠，就是来自于两河流域的老天珠。对，今天我带了2个戒指天珠哈，是像这些都是天然的那个，天然的玛瑙的那个眼睛，天然的，对，这个就不是人工制出来的哈，对，很难得，这是很值钱的。对，说到这儿就是说天珠就是那么多花纹的天珠，那上那个纹路哈，多数它是人工制造的时候加工上去的，具体怎么个加工法我不太知道，反正有好几个门派不同的制造法，就有了天珠不同的纹路和门派。但是它不管做的多精美，如果没有这些大师们的加持，这个天珠它只是值一个普通的珠子钱。比如这个珠子20块钱、100块钱而已，对，就材质的钱了。那么加持它变成吉祥了之后，那就无价，它的价值也许超过钻石，也许超过红宝石，就都是在也许之中。如果大众富贵了，这些珠宝就贵了。那大众贫穷了，多好的珠宝也不如白菜值钱，就是这样。那倒是。师父，我们网友也提出一些问题，可能就是网友中也有像那个小兰的弟弟一样的哈，就佩戴天珠也有被挡灾了哈，被护佑了，那结果天珠断裂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不太好处理。如果断裂的这个珠宝就别戴了那他可能抵了一灾，这样他的工作就完成了。通常呢最好是用红纸包起来，一个送给你那里有禅堂的话，由禅堂来处理，这是最好的。那实在不行，你用红纸先包起来，先放到自己不用的一个抽屉里头。
就可以了。最好包3层红纸。好的，那还有的，比如戴的那种手串类的呀，那样它是线断了，但是也是洒落一地呀，这样子，那这个还能穿起来再戴吗？还是这个是可以的。线断了的话，第一个责任问题哈，就我经常遇到的人，是大家一点这种知识都没有，尤其是它中间穿的那个珠子吧哈，是那个松紧线带弹力的那个，那无非就是一种橡胶塑料类。那么他每天去穿戴哈，它中间产生了这个磨损的时候，因为有些珠子那个口那个地方很锋利的，它经常磨损那个珠子口那个位置的时候，这个线就容易慢慢被割断。还有这个线呢也容易被氧化，是吧？我们出汗呐，还有洗手液呀等等的，都产生了氧化，它就容易坏。所以通常这个弹力线的哈，最好是半年去禅堂去更换一次，更换这个线可以是免费的哈，半年去更换一次就比较好。要不然有一天其实你没有倒霉，但是它确实那个线就松软断开了，你会觉得不吉祥。所以的话半年哈，一般中老年人半年换一次，如果是年轻人动力比较多嘛哈，3个月换一次就比较安全。说在这个安全的这个时间范围里头，你没有刻意去扯它，它就断了，这其实是对你的一个灵性的提醒。说带这些宝物呢，它保在哪里，不光是说它替你牺牲了挡了灾，它关键还对你有提醒作用。所以这个珠子一旦断裂洒了一地的时候，如果今天你正好去买房，请你不要买这个房，就告诉你这是不吉祥的房子。今天你要去找一个，有人介绍说找一个男朋友之类的，找个对象，那这一种情况的话，这个人不合适，干脆都不要见。也正好你的珠子洒落一地的话，就是这样。当然换个角度说，我拿的不是天珠，我自己那个珍珠项链也没经过加持，啪一下洒了一地，说这个也是一样，不要去。这个人不好，就是这样。你要做的这个事儿不行，要不行的事儿你非要做成，就是不吉祥嘛。最终你自己后悔所以这个说要做的这个事儿不合适给我们这个提醒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我们也给我们这个写信的网友小兰跟他弟弟送个吉祥的礼物，好吧？好的。好，送给这位小兰的弟弟呢，一个金刚杵。我们这个金刚杵的这个木头特别好哈，这是辟邪神木崖柏木。崖柏它这个味道有清香刺鼻一个是挡住很多感冒的病毒、传染的病毒，甚至一些邪气因为它做成了金刚杵那还有呢，送给这个小兰呢，一颗吉祥的天珠。这红色的好美啊！对，这个是3眼珠真好。祝这个小兰和弟弟更加如意吉祥，幸福平安。收到，感恩师父，谢谢。师父，那还有我们前面第一个故事的网友，那个马来西亚侯彩坤，他能闻到味道的，我们也给他送一个吉祥的护身宝物。好的。感恩师父。送给这位侯彩坤，也是一个特别辟邪的崖柏金刚杵。还有呢，送给这加起来3位获奖人这个大黑天大黑天太好了吉祥卡这3个人都有对，太好了。对，就是小兰和弟弟都有这吉祥卡经常带在身边，护身挡灾。对，你一定要把它随身带就很吉祥。因为有些你住一个陌生屋子都害怕，就算是熟悉的屋子，有时候也有问题那你有这个吉祥卡呢，大黑天呢，这个在你的身体周围呢，就会帮你把这些邪气呢会赶走的。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今年推出的各款新型的这些天珠啊，包括这些穿成串的呀，还有这个耳环呐，还有等等的哈，各个禅堂也都有，所以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到当地的禅堂去迎请哈。盂兰盆节要到了，我们要护佑自己，护佑自己的家人。对，有很多新的款式，是的，很美很美的。好，那接下来给师父和网友再带来一个故事，是来自一位越南的网友，叫小韵。他说：“师父好，2017年7月9号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心脏病往生。父亲过世之后呢，我们原本打算将父亲的骨灰供奉在灵骨塔，3年后再迁回老家安葬。正好父亲的一位朋友呢是寺院的住持，他建议我们先在寺院里做超度，他可以免费帮我们将父亲的骨灰先安放于寺院后山坡。我们看他的方案和放灵骨塔的价格差不多，又是父亲的朋友，我们就按照住持的建议去做了。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疫情，迁坟的事情一再拖延，而那位住持也在这期间突然就往生了。我们感到父亲的骨灰继续放在寺院已经不太妥当了，便决定将骨灰迁移到其他的地方供奉。迁坟的前几天呢，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传来了爆炸的巨响，我的整个屋子都是炮灰，洒满了一地。我拼命擦，却怎么也擦不干净。醒来之后还头痛欲裂。之后呢，我们全家就一起去迁坟了。但是在挖开当初埋葬父亲的骨灰的位置呢，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骨灰盒了。我们把附近挖了很大一圈，也挖得非常深，却什么都找不到。这个梦和父亲失踪的骨灰，从此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更让人揪心的是，从那年开始，每逢12月，也就是父亲去世的这个月份，我们全家总会陆续出现各种意外、受伤和生病。而去年12月开始呢，事情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我弟弟下班的时候被仓库的大铁门夹住，脚跟腱断裂。到了1月份，我妹妹又从高梯子跌落，被卡在半空中，受了重伤，血流不止。我自己呢，则因为急性肠炎、严重呕吐腹泻、意识恍惚，还梦见有人在床下拉我的腿，险些被拖走。到了4月份，我妈妈得了白内障，不得不接受眼部手术。到了5月份呢，妈妈又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入 ICU。医生检查后还发现，妈妈脑部也是血栓密布，仿佛被机关枪扫射过一般，随时可能发生脑梗。就在这非常危难的关头，我有机会参加5月份师父亲授的禅修课程。课程的第1天呢，我就带着我全家人的照片，有幸获得了师父的加持，也立即为我的妈妈供灯，还迎请了真火石。神奇的是，当晚我整个人就感觉到轻松了很多，胸口的淤堵的感觉已经消失了，眼神清亮，心情也变得很愉快。到了课程的第3天，我胃口大开，食欲佳，消化好，整个人的气色都变了。更神奇的是，原本在加护病房的妈妈还需要做心脏手术，但之后检查发现之前堵塞的那个血管都通了，她都不用做手术，真是太神奇了。而检查还显示，妈妈心脏跟脑部的血栓竟然完全消失了，连医生都说这实在太奇怪了，这个血栓能消失得那么快，真是遇到了奇迹。我们知道，这全部都是因为大慈大悲金菩提宗师的加持，还有供灯与法物的护佑，才让妈妈化险为夷，也让我恢复了健康。但是一连串的灾难也让我深刻的反思，因为12月正是父亲去世的月份，之后一家人连连出问题，是否就与父亲的骨灰无处安息有关呢？弟子在此真诚祈请师父慈悲开示，父亲的骨灰无法找到，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的处理呢？如何才能化解家中接连不断的厄运？他这个也是挺让人烦心的。你说，本来想把父亲的骨灰安葬好一点，还特意找了一个寺庙，对吧？结果还找不到骨灰了，然后呢？然后就真的家里就受影响，所以说这个灵魂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就是在父亲去世的这个月份哈，叫一家人就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不幸啊，要么工伤，要么就是生病啊，就这一些。那就多亏师父加持，然后其实才保了他们的平安啊。但是仍然这个师姐想问，这个骨灰还是找不到，那是不是就可以用供灯啊，做功德这样子来告祭父亲的亡灵呢？这个确实有点难说哈。首先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安放父亲骨灰的那个佛教道场哈，是到底做了什么事？按说呢，不管他这个弟弟记性如何哈。你如果有个院子里头，在树下头埋放这个东西，有可能它是不合法的，有可能不合法的，但是呢，有信众因为你有个寺院，有信众呢，通常遇到说长辈去世之后，这个骨灰能不能安放你这儿呢？我们也增加一些供养啊，你们增加点收入。通常寺院可能会这么做，但是做了之后又做了啥？是不是单纯的？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有人偷骨灰吧，又不是什么伟人的骨灰。你说爱因斯坦的骨灰丢了，这是有可能的哈，这是世界级名人哈。那如果一个普通人，或者是那个骨灰坛也不会太贵，对不对？就可能是一个普通瓷罐就算玉石的话，也是比较便宜的那个玉石。那盗贼也是聪明的呢，所以这个难道是你的骨灰或者这个骨灰罐给盗走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难道会出现另外一种不道德的现象吗？是这个后院子里头这个树下头，是不是同样这几棵树？不断的有人想说，把家中去世的长辈那个骨灰放到这里，我们花点钱，他们就不断的收了这个费，把罐先让你埋在这儿了，等你走了之后，我把罐挖出来给你扔了，会有没有这个事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他的骨灰父亲骨灰找不到了，我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只有那个庙里的那位师傅才知道。但是那师傅又走了，拜拜了，死无对证。那我觉得从解决问题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你在正好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盂兰盆节就到了。你作为子女呢，你也想改变。就有的时候，就算是你没有厄运的话，你可能你也不会问，也不会想这件事儿，也不会与我们沟通。你被责问的受不了了之后，才有人介绍，再跟我们沟通，对不对？那所以的话，最好呢，就是为父亲呢做份大的功德。以后呢，是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作为孝子的话，有没有可能说，你可以在家里头有这个贴上或者供奉上父亲的照片在家里供照片也不用写名字嘛，你父亲嘛，你在一个是他的这个往生的这个日子要祭祀，还有呢清明节要祭祀，还有这个盂兰盆还有春节，这个时候都要去祭祀，他们父亲的，对吧？你们家里吃好吃的时候，一个父亲这个照片下头放一个桌子供桌，也给他哪怕比如说北方人吃饺子，煮一盘饺子放在那儿，对，放上筷子，希望父亲能够品尝到。就是你有一份供奉的心意，是
是吧？在家里头安放这个照片来供奉啊，还有呢，在我们的道场上呢，或者再到我们禅修学院呢，在那儿为父亲呢点了个大灯，对，做份功德。度夫妻。就是如若不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再往坏里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好的好的，师父给的这些指导都非常的好。好，哎呀，这个事儿就这么着呗。可以，那咱们也给这个小韵也送一份礼物吧，安慰安慰她。这个应该。好，送给小韵一个天珠啊，这都不是老天珠，但是今天做这个天珠呢，质量特别好，特别美啊。就像一个几百年的天珠的那种感觉哈。非常的润滑哈。还挺好的，摸得很舒服的这样啊。这样一颗3眼天珠，保佑你如意吉祥。收到。还有呢，大黑天吉祥卡啊，随身携带呀。也送给你哈，随身携带哈。护佑你啊，平平安安。好，谢谢你。收到，感恩师父。其实刚才香可讲到这个小韵的这个父亲骨灰没有了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就在前几天，师父就在禅堂里边做咨询的时候哈，有一对韩国老夫妇带了他儿子来找师父来咨询这儿子呢已经都快50岁了长得斯斯文文的，然后应该也是挺聪明能干的，但是这个老夫妇就爸爸妈妈是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都快50了，工作也没有着落这个婚姻家庭也没有着落，一天到晚老想往外跑还想到海外去创业呀、生活呀什么的。对，他是独子啊。对，而且身体健康又经常出问题，尤其是他那个心脏跟腰又都不舒服所以这个老夫妻呢，就是很疼爱孩子吧，然后到其他的寺院里也为儿子做过很多的法事但没有太明显的作用，所以来求救师父。我记得当时师父就很仔细的看了这个人的面相还有手相，然后师父也确认说哎呀，说你还是挺聪明的，挺能干的，也有创业的能力，就是有个严重问题，就是职业变动非常大，情绪不稳定，容易因为冲动呢破财，尤其是大事上经常做错决定对。然后师父还说他面相上有一个叫龙虎颠倒之相，就说本来应该有贵人指导吧，结果在关键的时候变成被误导你说真是哎呀，也真是。然后那我记得那个老妈妈一听呢，就说师父对，她从30出头的时候就这样就心很不定换了好多次工作，每次其实也不是多大的原因，就是说哎呀感觉不对就辞职了，就这样。结果呢都这个收入稳定的工作都被她放弃了。谈恋爱也是，谈了没多久又换了一个不行，谈了没多久又换了一个，就一直没有长性，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生的伴侣然后师父说那我再细看看吧师父就用天眼看了他，然后说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一个灵魂使劲的在拉他的心脏，要把他的心脏往外拉出来然后师父就问呢老夫妇嘛，说您双方的父母安葬的还好吗？这一问呢，这个老夫妇就说哎呀，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北朝鲜逃过来的对，那他们去世之后呢，就在住的旁边的这个寺庙那个山里边，就随便找个地，就火化以后嘛，就在寺庙后山随便找个地就把骨灰就撒了，没有正式的安葬，也没有墓碑，都没有所以当时师父说你看这就对了，就是因为祖上没有很好的安葬，祖上的魂没有安顿好，所以才造成你儿子这种安不下心，总想往外跑的这样的一种命运然后师父呢就是也是当下就先给他儿子加持了健康的问题
啊，一加持马上那个腰就好了，又能蹲又能跳哈，活蹦乱跳的就没事儿了。但是师父说，你这些健康问题都是表象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安顿好祖先的那个灵魂啊，那即使不能够入土为安，也要在盂兰盆祭哈，借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好好为祖先做超度啊，安他的灵魂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后代才能够好啊，而且还要为祖先去做功德。啊，这样的话呢，孩子的事业才能顺利啊，婚姻可能才会来。当时我听了，哎呀，我觉得师父这个咨询指导的特别完整啊，对我们特别的有启发。师父能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对，对，真的是祖先的灵魂不安的，对他后代影响多大呀？就是，对，就是他这个孩子哈，首先是独生子。是男的啊，是。其实他的这个聪明度是足够的，这考大学考的高分数，这都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关键的在这个职业这个旅程之中哈，没有长性，是就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干个3年，他已经憋得受不了了，就一定要是换城市换国家。他们家这独子，他这老父亲都70多岁了，完了说他还得出国。我说出国干嘛呢？他说能不能出国3年或者5年呢？哎呀，就何苦呢？你非等老人死了见不到你才回来吗？那这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也在找这个根源呢。一个人就是我只能说这缺心眼儿啊，对吧？你读书读得这么聪明，怎么做这个人生选择是这么笨呢？长得也不差，连个真正女朋友都没有，都留不住呀。为啥呢？因为你那个根让你父亲搞断掉了，就是你爷爷奶奶的骨灰随便撒完了省得祭祀，这都是一了百了。那你爷爷也让你的家一了百了，你不独生子吗？把你搞傻了搞疯了，你也不结婚也不生子，这不就一了百了了吗？所以你爷爷在生谁的气呢？对啊，就他生他父母的气。对，他咨询的时候，他父母就在我跟前嘛。生父母的气，就是说哇，我把你们从小说那么辛苦的给你一把屎一把尿给你养大，养大之后我一死，理都不理，就给我骨灰撒吧就没事了就。就像从此这个世界上这个一个人给丢失了，而且也没人去感恩去怀念。去回忆这个老人家的故事都没有，因为有回忆就会有祭祀嘛。对，连祭祀都没有，都省了。就很像温哥华那一年哈，那个师姐就是说，哎呀，他父亲去年死了，连他祖宗一块点了一盏小灯，2个小时点完了。哇，我说你祖宗还是你祖宗吗？你在温哥华你买个麦当劳多少钱呢？你怎么这么抠呢？是。对不对？你对他抠，他对你呢？气呀！他对你能抠死你。所以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个沾了无限的强烈胶的东西，就粘在他的脸上，对吧？让你走不走路都能摔跟头。是。有一天把你摔死拉倒。是吧？到教他去做功德，这些事儿才化解了。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人呢，这个犯那个糊涂啊。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哈，你平常不去奢侈，你的日常的1个月的开支都是不小的，都超过$1000的呀，对不对？可是你祭祀你父亲和你祖先的时候，一定点了20块钱一个小灯，把他们全打发了。那点灯那点火能分给哪个祖先呢？对不对？所以那祖先有一个祖先变成疯子一样，就把他的脸给他粘住。对，就我所看到的，他走路就栽跟头。就是这样，是，这一个道理，是吧？你这个韩国这个朋友呢，你这，老爷爷死了之后，好不容易给烧了，撒到山上去，对，没事了，人家觉得万事大吉了，还需要我们做啥呀？对，你不孝，你少了那么多的祭祀，少了那么多的怀念，少了那么多的感恩，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孩子。因此
我这个爷爷就收拾我这个孙子，让他叫断子绝孙，惩罚了哈，惩罚他，所以让他这个孩子在一个地方拼命待也待不了3年，而且跨国跑，对，所以我一直在追问他呀，你为啥跑呀？你给我一个理由，这里不行，这个在韩国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说那到哪能找到工作？就他也不知道，对，那个脑子里是慌乱的。我说所有的大决定全是混乱的，就错了。你看，所以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网友哈，如果我们人生中有什么样的不吉祥，不管是事业上、身体上各方面的，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过得不好，没有被安顿好，才引发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灵魂的力量哈，那也知道这个解脱的方法，就是要安顿我们祖先往生亲人的这些灵魂，一定要安好啊。对，就是我们的祖先祖上哈，对他子孙的惩罚哈，我说实在话，你只要是人，你就逃不掉。逃不掉，他和你是血脉相连的。对，刚才我们说那个灵魂的力量都能够托梦追凶的，什么都能做。我们人那力量太小了。对，所以就在这个盂兰盆节之际呢，那感恩金菩提宗师，感恩师父，在我们的网站上哈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功德项目，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祭祀祖先，然后也给他们做功德。我给我们的网友们介绍一下。在菩提禅修学院网上呢，2025年盂兰盆节超荐这里边有2大内容啊，一个一个说。先说这个供灯超荐的灯。在盂兰盆节之际呢，我们为我们的往生的亲友、累世父母、历代祖先来真诚的供灯，也报答他们的恩情同时呢，也祈请地藏王菩萨慈悲救度救脱他们，然后也要得到大慈大悲药师佛的光明接引，让他们能够往生东方极乐世界让他们好，我们才能够健康长寿、安居乐业。所以呢，我们为自己的往生亲人，还有历代父母、累世父母、历代祖先去供奉这个往生东方极乐世界超荐灯。那还有呢，我们刚才从故事中也听到，有一些冤亲债主有一些就是我们以前伤害过的人伤害过的生命我们要跟他要解开这个冤结，所以呢，为冤亲债主、为英灵来供这个消灾解怨超荐灯这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历代祖先，每个人也都有冤亲债主我们利用这个盂兰盆节的时候，好好给他们做功德。那么这个灯呢，18美元一盏其实每个人都支付得起那么你的经济能力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如果可以的话，就多点就比如说我为我的历代祖先，你要点1盏灯的话也 OK 的祖先也收得到你的这种真诚的心意。但是如果我想多点呢，也可以，我点10盏呢或者更多呀，49盏呢，都是可以的，是这样子。对，能量更强，功德更大，解脱的更好那么这个灯呢，就只要我们在网站上下了订单，就开始为大家点上灯了，一直点到农历的7月30，也就是阳历的9月21号圆满。所以其实是先到先得，越早下订单，这个灯点的时间越长功德也更长久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开始报名了吗？今天就可以了我们听了这个直播，这个网站已经都开通了就欢迎大家早到早得了。好，这个是供灯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是祭祀的部分像刚才我们不是听到好几个网友的故事，都是祖先没有得到安葬，骨灰也找不到了，也没有一个牌位，没有一个那个墓地那我们怎么去祭祀呢？可以的今年呢，师父非常的慈悲，为大家推出了宝山祭祀套装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这个套装里面呢，有比如说银宝山套装呢，就有银宝山一座。我们看这个图片哈，很高的啊，那么多的这个银元宝堆成一座山呢。还有地藏经一部，心经一部，还有银条10个，银元宝36个，莲花1朵，还有冥币5沓。也就是说呢，这些金银财宝的话，是象征着这个财富嘛哈。那银宝山呢，就是给我们往生的亲人让他有小康的生活，衣食无忧，他们所需要的这些都什么都不缺少哈。那金宝山呢，就是金宝山套装呢，里边就是金宝山一座，然后也有地藏经、心经，然后是金条10个，金元宝36个，也有莲花和冥币啊。那么它就象征着我们往生的那些亲人衣食丰足，富贵有余亡灵所需受用不尽，都用不完呐那金银宝山合在一起的这个套装呢，那就更全面了哈，是这样。那它呢就象征着大富大贵，财富圆满，亡灵受用呢无穷无尽呐那这样呢这些祭祀用品都给到我们的历代祖先或者是往生的亲人，他们就可以收到了，得到了这个祭奠。真是感恩师父啊。对，那里边那个莲花呀就象征着清净无染，象征着佛菩萨的慈悲接引让亡灵迅速得到解脱。里边的心经、地藏经呢，还寓意着佛光普照，让亡灵呢快速积累功德，福慧增长。你看多好呀！真的。对。那老师，我替网友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如果报名这个祭祀套装的话，是您会把这个金银宝山寄到我家吗？不用这个我们就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哈。这个只要你下了订单，然后就会把这个祭祀套装供奉在佛前，一直供到盂兰盆节的正日子也就是阳历的9月6号。然后呢，由菩提禅修学院再去焚化焚化之后呢，你的历代祖先呢，往生的亲人就自然就收到了。真是太好了，感恩师父。对，多方便呢哈，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所有在菩提禅修学院网上的，不管是供灯还是这个祭祀的套餐呢，我们的优质客户们都还是可以用菩提奖金的。那等于也就75折的优惠了所以也欢迎我们的新网友们来注册使用，成为优质客户。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好，这个对，这个祭祀套装呢，它是有点限量哈，所以就是希望网友们尽快它也限时，它也限量，反正是早到早得这里呢，我再做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现代这个时空下去学习知识的人，都是些知识科学青年人，受到这样的教育的全球遍地都是。而懂得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这种灵魂与现实人间之间有关联这个学说的人就比例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像刚才举例来讲，你像这个韩国的这一家3口的朋友他其实想不到他这个独生子40多岁的人，而且都是优等生他的学历非常高，都是好像是博士啥的，其实聪明度、智商没得说的。但是为什么关键的时候他就不行了？比如他在一个地方工作3年就一定得跑掉。那以这样的一种思维心态，那么他恋爱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我和你待个2、3年觉得腻了，跑吧？是啊，其实也是这样。对呀，是不是长得是不差的？堂堂那个书生的样子，对不对？到现在解决了婚姻问题。对，这等等这一切，其实是和你的祖先、你爷爷那个灵魂那件事没安排好。多重要，谁都想不到。真是。
那么还有前头那一位说，像越南的这个小运那个哈，骨灰找不着了就。骨灰你说埋在一个寺院，万一那个寺院的这个长老他把你的罐儿给扔了之后，再继续埋这个地方，真的是，那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第一个，你太相信这个寺院；第二个，你没有拿你父亲这个骨灰真当成回事儿，你没有真正安稳妥当吧？你们就觉得，反正好不容易找个地方寄放就拉倒了，管它真的假的呢？等出了事之后再去找，找不到了。那麻烦就在这里，他父亲就生气啊！你们如果真重视我的话，也至于说我的骨灰找不到吗？对，你对我那个责任心，你不考察一下这个和尚吗？对，不是没考察吗？对，就觉得扔出去了就算你省了心了，就是一了百了了。对，所以你父亲对你们呢也一了百了，就是让你们每个人都受惩罚。父亲没有权利像阎王爷一样把你们全部杀死，但是他有能量折腾让你总倒霉，得病啊、受伤啊、赔钱呐、变贫穷啊，就是这样的，处处倒霉。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今天讲到这些故事，我现在讲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给大家安排，你可以为你的祖上做这些功德，烧这些纸钱，什么金山银山，冥币大支票，都是每一张都是10个亿，我都帮他烧过。为啥这么做？我看到你引发的，因为你不懂，引发这个疾病和灾难太多了。你都不知道说你孩子为什么这么大了不找对象。你是一个聪明明白的人，为什么全世界乱跑而解决不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对不对？你给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啥都懂。等懂完了之后，说我能跑出去吗？还在说，哇，他心不安嘛，真的是那个业火烧身呐！哎呀，真是这个业当中，就是你得罪了你的爷爷，或者不是你，是你父亲得罪你爷爷，你爷爷先给你的爸爸先给你爷爷先忏悔。你爸爸要自己花钱做这份功德，要好好做功德。你也不懂，所以我给你提供这个途径。对，要赶紧补救啊！就是这样。所以我才安排了今天这一场的这个内容。真是感恩师父。所以我们要普度众生，你这些东西你不懂啊，但给你开的这个价钱呢，18块钱，我想除了非洲就是我的便宜了，没有比我更便宜了。我们是真烧，真的这些，给阴间用的这些用品。是，而且还在佛前还受加持。对，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对，所以大家要懂得哈，当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之后，它会形成了麻烦，会给你带来了疾病、痛苦、障碍、婚姻破裂、子女不孝，甚至子女大脑出问题，对，等等的，就其实真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的。而且这些都不是说在人间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对，只有就是师父这样点醒我们，原来是祖先的事情哈，没有安顿好，这个根儿解决了，才能解决我们人间的问题。真的是这样。真是师父，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这一讲还不够。可能这个盂兰盆期间呢，还要给网友再深入的再讲解这个道理。对，灵魂是听得懂人的愿望和语言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同修呢，弟子呢，他在医院，做的护士呢是临终关怀。临终关怀有一个人，他得那个病哈，他的亲人都到不了之后，他整个死，他当时已经去世了。他就去世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他那个手臂的支棱的，腿是蜷着蹬的。最后来关照他这个护士哈，去世了时候给他换个他的穿的正常衣服吧，穿不进去，那个腿胳膊架的。那护士怎么说呢？哎呀，老弟，放松一点吧，你的命运如此，该走已经走了，放松一点哈。姐呢帮你穿上你这些衣服。要不然你的亲人看到之后会很伤心的，好吧？来，放松了，乖一点。说着说着，那个腿啪伸开了，就能给他衣服穿上去。真的，那灵魂能听懂。已经是人都死了呀。是。要往后头要，再完了之后给他穿好了衣服，就先给他冲到那医院冰柜里去啊。师父，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灵魂能听到的，也是就是老妈妈已经走了嘛。
在那儿，然后等着儿女过来办后事。结果儿女在外屋给吵起来了，打架。结果老妈妈本来是瞑目走的，闭着眼睛走的，气得这下眼睛都睁开了，对吧？啊，真是听到了。是，严重的时候哈，就是老人家爷爷也好，奶奶也好，就在那躺的那个尸体，大家不是来祭祀嘛？对。可是他的亲孩子在那打起来，动了手了之后，老人家在床上坐起来了。是。其实已经死了。哎呀。啊，这很恐怖。说那个诈尸这个问题是你孩子不孝造成的哈。哎，所以当你遇上就是你对这个长辈去世的人，你对什么他的灵牌、祭祀、骨灰不闻不问，你的长辈一发狠就是让你断子绝孙，你自己的长辈祖辈你的后一代那100%的100发100中，他只要意念动起来了，这个事儿就一定会出的。是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弥补，赶紧弥补啊，对，这个不能拖延呐。对，这是感恩师父给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否则的话，你有几代人会祸害你几代。对呀，是很麻烦的哈。是的，好，希望大家听得懂哈。好，那今天咱们主要讲的内容就在这里哈。好的。还非常感谢哈。大家发心支持我们网络的弘法，支持在这个语书房给我们进行这个建立网络的道场啊，去利益众生、教化众生，普度众生，所以你们每一份发心呢，都会成为我们向前的最大的动力啊。所以祝福所有这个发心支持者哈，你们的阖家身体健康，收到；长命百岁，收到；事业兴旺，收到；家宅平安，收到；香火鼎盛，收到；子孙贤孝，收到；如意吉祥，收到。接下来咱们说一下下一次直播时间。那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直播时间是亚洲台北2025年8月17号晚上5点，是韩国的晚上6点，然后北美温哥华时间是8月17号凌晨2点。好的，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如意，下次直播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